今天我们来聊一起人类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飞碟坠毁事件——罗斯威尔事件。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位爆料人都有哪些惊人的爆料？在此之前，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1947年7月4日，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叫做罗斯威尔的地方，当晚下了一场大暴雨，雷声阵阵，大雨磅礴。市郊的一个农场主在睡梦中，突然被一声比雷声还要大的巨响惊醒。第二天一早，农场主就急忙出门查看自家农场，结果农场的场景让他目瞪口呆。他发现方圆几百米范围内都是闪闪发光的奇怪金属碎片。农场主觉得事情有点奇怪，马上报警。警方调查后，让美国空军协助调查。空军基地派出了一名叫做杰西·马塞尔的少校去农场调查。这里说明一下，马塞尔少校隶属于美国509轰炸大队，当初发射原子弹到日本的就是这个军队。另外，马塞尔少校有着多年的飞行经验，熟悉各种航空材料。马塞尔少校到达现场后，捡起了其中一块金属碎片，仔细观察后，他判断这个金属碎片不像是地球上的产物，具体原因我们最后来揭晓。他感觉事态严重，赶紧把现场所有的碎片全部收集起来。当马塞尔到达空军基地，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他把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汇报给了上级指挥官。雷米将军听完，就让信息官整理好相关的公告，说明509轰炸大队捕获一架飞碟，让罗斯威尔当地报社进行报道。空军捕获外星飞碟的新闻一出，马上登上了头版头条，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美国民众一片哗然。就在人们对事件议论纷纷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美国军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雷米将军公开辟谣，否认了空军捕获飞碟的说法。他表示根本没发现什么外星飞碟，也没有外星人，那个坠毁的东西只是一个被闪电击中坠毁的气象气球，并且雷米将军还让记者对着那些放在他办公室的气象气球残骸拍了一系列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就是马塞尔少校拿着像铝箔纸一样的东西。第二天，之前发布空军捕获飞碟的报纸也纷纷澄清，说之前坠毁的不明物体只是一个气象气球。因为罗斯威尔事件发生在1947年，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公众倾向于相信官方的说法，于是罗斯威尔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慢慢平息了下来。1978年，突然出现一名神秘爆料人，就是当年调查碎片的马塞尔少校。这时候他已经退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当年在现场发现的就是飞碟，根本不是后来说的气象气球。他当年拿着气象气球的照片是奉命执行的，用来伪造证据、掩盖真相的。而且马塞尔少校对当时的航天材料了如指掌。之所以他说当年现场发现的金属碎片不是来自于地球的产物，是因为金属碎片拿在手上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任何重量，并且这些碎片极为坚固，不管想怎么破坏它，用力搓揉、用刀割、用剪刀剪，都完全没有任何的伤痕，甚至拿火去烧，温度也不会升高。所以他坚信这些碎片肯定不是来自于地球。这时候民众催促空军要对罗斯威尔事件做出清楚的解释，迫于舆论压力，美国空军不得不重新调查。随后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坠毁的东西的确不是气象气球，而是来自当年美国军方的另一个绝密计划。当时美国苏联冷战期间，美国为了监测苏联境内的核试验，于是就利用高空探测气球进行监视。因为当时项目机密，不便对外公开具体细节。对此，很多人对美国军方来回变换的说法已经不再相信，试图找到蛛丝马迹。最后爆出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当年雷米将军让记者拍的几张气象气球残骸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到雷米将军手上拿着一个纸条。从照片上看，纸条的文字很模糊，几乎看不清写什么，但是上面的信息被人用现代的先进技术破译了80%的内容。上面写道，美国空军总部已确认是飞碟，要求509轰炸大队把飞碟残骸和遇难者转移到德克萨斯州的空军基地，另外要运送一个气象气球的残骸，来掩盖事实的真相。雷米将军手上的文件信息，这个证据基本可以实锤罗斯威尔事件。那么外星人在哪里呢？下一期我们来揭晓答案。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
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